几个世纪以来，寸草不生的硫磺岛毫无价值。但在1945年，美日双方为了争夺这个弹丸小岛，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厮杀。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唯一一次伤亡高于日军的战役。本期我们用 3D 动画还原了这场地狱般的绞肉战。1944年，美军从塞班岛起飞，对日本实施了大规模的夜袭轰炸，以摧毁本土的发动机工厂、飞机组装中心，彻底夺取制空权。由于战斗机航程有限，无法护航，单独行动的 B-29很容易遭到硫磺岛的日机拦截。更糟的是，岛上的日军雷达能为东京提供2小时的预警时间，使美军的偷袭行动失去了突然性，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要扩大战果，减少损失，美军必须拿下这座战略要地。此次行动，尼米兹掏出了手中最豪华的作战阵容，航空母舰16艘，其余各式舰艇800多艘，舰载机2000架。这支庞大的舰队可以在30分钟内放飞上千架战机，对300公里以外的目标发动攻击。舰载机的主力型号是地狱猫，装备一台2000匹马力的发动机，无论是爬升、俯冲还是平飞，性能都全面碾压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机翼上6挺机枪，一梭子过去就能轻松撕开临战的机翼。更要命的是，地狱猫皮糙肉厚，拥有特制的装甲钢板和自封闭油箱，就算被打得伤痕累累，也能安全返回航母。整支舰队总兵力高达25万人，航速超过30节，能在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敌方海域。日本人永远猜不到这头钢铁巨兽下一刻会在哪里出现。登陆前，美军舰队每天像打卡上班一样，光是 B-24轰炸机就连续轰炸了70天，投下数千吨炸弹。机场、弹药库、高射炮、油库，地面上能看见的设施通通被化为齑粉。此外，向硫磺岛运输补给物资和增援部队的日本货轮也遭到了美国潜艇的截杀。登陆前，美军侦察机飞来一看，岛上的建筑和帐篷已荡然无存，从空中压根找不到日军的踪影。拿下这座小岛似乎易如反掌。1945年2月19日，美军的炮击舰队抵达硫磺岛外海，用排山倒海般的炮弹淹没了这座小岛。紧接着，扫雷艇清理出通向滩头的航道，水下爆破组也炸掉了日军埋设的水下障碍物。上午8点40分，随着一声号响，操艇手们加足马力，美军陆战队乘坐着登陆艇向海滩发起长距离冲刺。按照计划，第4陆战师将直扑圆山1号机场，第5陆战师则要拿下折波山，第3陆战师将留在运输船上担任预备队。最终，3支部队将组成一条战线，向日军的圆山高地发起总攻。美军登陆初期，一切顺利的就像在演习，岛上仅射来零星的枪弹，偶尔有1-2颗迫击炮弹落在船舷。正当美军以为敌人已被强大的炮火炸成粉末时，折波山和采石场的日军火力点同时开火，密集的炮弹从南北两侧夹击而来，措手不及的美军一时间死伤无数。更致命的是，人还跑不掉，因为硫磺岛是一座火山岛，四处堆积着松软的火山灰。美军背着上百斤的装备，一脚踩下去，好似陷入了一桶巨大的面粉里，几乎动弹不得。那些试图站起来转移的人，立刻被台地上的机枪火力打倒；躲在伞兵坑里的人，则可能被迫击炮弹直接命中。中午时分，登陆的海滩已经变成了一片地狱。履带式登陆车和谢尔曼坦克才挣扎着爬上海滩，便立刻成了日军炮兵的活靶子。一辆辆战车要么陷在浅水区，要么爬不上陡坡，有的被炮弹直接命中。拥挤的海滩上到处散落着尸体和钢铁残骸，后续的登陆艇根本无法靠岸，全部堵在海岸边。此时的美军才恍然明白，他们已经掉入了敌人精心设计的陷阱里。
负责守卫硫磺岛的莅临中道，早年曾在哈佛留学，担任过驻美武官，是日军中少有的美国通。他深知美军拥有绝对的海空优势，在其排山倒海的轰炸下，死守海岸无异于白送人头。所谓的万岁冲锋更是愚蠢到家。因此莅临另辟蹊径，决定把硫磺岛改造成一座庞大的地下要塞，让每一个士兵都躲进深沟高垒之中，想方设法地活下去，朝着敌人打光最后一颗子弹。也就是说，莅临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赢，而是要让敌人为每一寸进攻付出代价。但要在硫磺岛修筑地下工事，简直难如登天。这里的地下温度高达40摄氏度，地瓜放进去2小时就能烤熟。士兵们每次在地下工作5分钟，就必须返回地面休息。弥漫的硫磺气味更是熏得人头昏脑胀。后来美军登陆后，利用这种新能源来烧热水煮咖啡。尽管条件如此恶劣，日军还是把整座折波山掏成了马蜂窝。这座地下要塞内部高达11层，修筑了800个机枪碉堡和火炮掩体，所有的射击口都倾斜向外，并用厚重钢板遮挡，只有开火时才会打开，这样就能避免被海上火力直接摧毁。岩洞中架设了各种武器，从大型海岸炮到迫击炮、反坦克炮、机枪，应有尽有。折波山内部的隧道长达18公里，本该直通岛屿另一端的超级堡垒圆山高地，只是美军登陆时还没完全修通。圆山堡垒的顶部钢筋混凝土厚达3米，四面墙厚 1.5 米，莅临的师团指挥部就藏在地下20米深处。整座硫磺岛共有1500座地下掩体，通过纵横交错的隧道连成一体。日军在里面接上了电灯和通风系统，把裸露的岩壁刷上石灰。各个指挥所之间用无线电和地下电话线保持联络。在这座暗无天日的地下城里，医院、宿舍、食堂、通信中心一应俱全。岛上储存的粮食足够守军吃2个月。地面上日军也没闲着，从海滩通往圆山的梯形山地上，日军建造了数百座半球形混凝土碉堡，外面堆上沙子，用来隐蔽和减缓炮击冲击力。各处山间小道都埋设了反步兵地雷，开阔地带则布设了足以炸毁坦克的重型地雷。从军事角度来看，这套攻防体系堪称教科书的级别。日军既能藏在地下躲避炮击，也能透过射击孔居高临下观察美军的一举一动，还能通过隧道自如穿梭发动突袭，灵活作战。美军登陆前一共往硫磺岛投下了24000吨炸弹，但日军凭借这套地下防御体系，仅伤亡104人，也就是说，平均230吨弹药才炸死一个日本兵。登陆当天，深谙《孙子兵法》的莅临玩了一招半渡而击。他下令先放美军登上滩头，等他们陷入火山灰动弹不得时，再命折波山和采石场的暗堡同时开火。刹那间，南北两侧的机枪、迫击炮、火炮一起怒吼，在海滩上空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之网。美军的舰队和飞机虽竭尽全力想要摧毁这些火力点，奈何日军藏于深沟高垒之中，很难精确地命中目标，只能通过大面积的饱和轰炸勉强压制。但要不了多久，迫击炮弹雨又开始落下，每一次爆炸都把沙尘、碎片和尸体掀到半空。最终，美军凭借强大的火力支援，以伤亡2400多人的代价，在当天下午把4万士兵送上了岸。美军成功登陆后，首要目标是全岛的制高点折波山。这座169米高的死火山，如同一只千里眼，能将美军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更像一把悬在背后的利剑，让美军不敢贸然北上进攻圆山高地。翌日，美军海陆空3军重拳出击，向折波山发起大规模联合进攻。驻守这里的日军虽然只有1800人，但凭借错综复杂的地下网络，
把战场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陷阱。山脚周围的平地上环绕着70座混凝土碉堡，山体更是如蜂窝般布满了火力点，彼此可以互相支援。每个山洞随时都可能突然冒出机枪或狙击枪。在这张无处不在的交叉火力网中，美军寸步难行。一支小队爬了整整6个小时，以伤亡160人的惨重代价，才前进了200多米。很快，美军调整了战术，祭出一套环环相扣的绞杀流程。首先，由飞机俯冲投下凝固汽油弹，把山坡烧成火海。接着，坦克推进到近距离，抛洒烟雾弹，遮蔽日军视线。趁此机会，步兵立刻冲上去，用喷火器对准碉堡入口狂喷。喷火器是对付日军地堡的最佳武器。单兵背包式喷火器能装15公斤燃料，射程50米，可以持续喷射2秒。喷火战车则能装260公斤燃料，射程达到150米。炽热的火焰能瞬间吞没碉堡内的一切，就算日军躲过火舌，也会被烈火耗尽氧气，活活憋死在洞里。等火焰熄灭，工兵就会冲上去往洞口塞炸药，轰塌碉堡入口。若遇到复杂的地形，坦克上不去，美军就把37毫米炮推到前沿阵地，一点点砸开混凝土工事，或将日军逐步震晕。最后，装甲推土机开上来，用沙土把洞口彻底封死，防止日军通过地下隧道重新占据这些碉堡。就这样，日军的碉堡一个接一个变成了坟墓。经过4天血战，美军以伤亡895人的代价，终于拿下了折波山。2月23日上午10点15分，当星条旗在山顶徐徐升起时，正在浴血奋战的美军将士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他们一个个胡子拉碴，满身泥土，疲惫不堪，此刻却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远处的舰艇也纷纷鸣笛致敬。这激动人心的瞬间被战地摄影师乔·罗森塔尔拍下来，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然而，这场感人肺腑的升旗仪式并不代表战役的胜利，它的宣传价值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攻下折波山只是拔掉了日军的眼睛，一场漫长血腥的杀戮才刚刚开始。2月底，美军3个师并肩而行，开始进攻日军的核心堡垒圆山高地。这里的地形宛如一座天然堡垒，一层层阶梯状的岩台盘旋而上，山腰密布着机枪碉堡，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火力网，地下则被挖成了迷宫般的隧道系统。美军虽拥有3:1的兵力优势，10:1的炮火优势，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但莅临天才般的地下防御体系几乎抵消了这一切。通往高地的道路布满地雷和坦克陷阱，谢尔曼坦克根本上不去，步兵只能端着喷火器和炸药一寸一寸往前啃。每当靠近高地，凶猛的弹雨就从碉堡和山洞倾泻而出，日军狙击手躲在高地上，透过瞄准镜盯着每一个目标。他们甚至用47毫米反坦克炮当狙击枪，能精确击中数百米外的单兵。美军士兵只能贴着地面匍匐前进，谁敢抬头露身，瞬间就会被打成筛子。虽然美军能呼叫海空力量的火力支援，但在敌我犬牙交错的复杂地形中，很难精准轰炸，有时候甚至会误伤到自己人。经过1周的血战，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排长、连长接连阵亡，接替上来的军官和士官又接着死。打得最惨的部队伤亡率超过了 50%。 就在地面战陷入僵局时，战局迎来了转机。第15战斗机大队入驻1号机场， P51野马和 P61黑寡妇战斗机开始参战。他们能挂载900斤的重磅炸弹，威力是普通炸弹的2倍多，有几次甚至把靠海的整面峭壁削进了海里。日军的山洞隧道便如拨开的蚁穴，完全暴露在舰队的直射火力之下。相比轰炸机的平飞投弹，野马战斗机能以45度角俯冲投弹，精确地命中目标。有了它，
前线对空联络官就能呼叫战机，精确轰炸200多米外的日军阵地，但不会发生任何误伤。那些曾经固若金汤的地下堡垒，在精确打击下开始逐个崩塌。3月上旬，美军终于凭借着绝对的火力优势拿下了圆山高地的外围防线，但伤亡数字已飙升至 1.3 万人，其中约有3000人阵亡。高地附近一步一具尸体，空气中弥漫着尸臭和火药味，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绞肉机。拿下外围防线后，美军3个师继续向圆山高地的核心堡垒推进。这里是硫磺岛上最难啃的硬骨头，不到3平方公里的地方，却密布着上千个山洞和隧道入口，其间岩体、深谷纵横交错，坦克根本过不去。美军步兵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从正面强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随后，美军长官痛定思痛，决定打破常规，冒险对重兵把守的高地发起夜袭。开战以来，这种战术一直属于日本人的专利，但这次美军打算当一回姑苏慕容，以彼之道还治彼身。3月8日破晓前，一支携带着火焰喷射器的爆破小组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日军防线后方，睡梦中的日军措手不及，在烈火中惨叫着死去。夜袭大获成功，日军的防线开始逐步崩塌，困在地下的残军逐步走向绝境。无休止的炮击和轰炸虽然很少直接造成伤亡，但巨大的轰鸣和冲击不断敲打着他们的神经。许多人已经陷入紧张性木僵状态，许多日军在生命最后几周里再也没见过太阳。不仅如此，日军还要忍受饥饿和口渴的折磨。硫磺岛的地下水含有大量盐和硫，根本无法饮用。尽管他们尝试从地面的坑洼里收集雨水，但这远远满足不了几千人的需求，反而导致了立即的大规模爆发。战至最后，饥渴难耐的日军开始谈论日本老家的山泉和小溪，有人甚至喝起了自己的尿液。相比之下，美军却建起了6套海水蒸馏系统，能把海水变成可饮用的净化水，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3月16日，栗林中道在发往东京的诀别电文中写道：鄙人所部的卓绝战斗，惊天地泣鬼神，但面对敌人超乎想象的物质优势，装备不足的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在战斗。这样的大实话，东京可不爱听。等这封电报登上报纸时，已经被改成了栗林发誓展开最后进攻，并与全体官兵衷心祝愿天皇陛下万寿无疆。3月26日，残余日军发动了最后一次突袭，几乎全部被歼。栗林中道这位天才将领则在负伤后切腹自尽。直到最后一刻，他带领的日军仍然保持着组织性、纪律性，让美军每进一步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实，从上岛那一天，他就没有想过赢，更没想过能守住这个岛。他真正的目的是尽量消耗美军实力，为日本本土争取更多的防御时间。从最终伤亡结果看，栗林中道达到了他的战略意图。此次战役中，2万多名日军，除了200多人被俘外，全部阵亡。美军伤亡人数则高达 2.4 万多人，也就是说，每3名登陆士兵中就有1人非死即伤。考虑到美军在武器和兵力上的压倒性优势，这场胜利何尝不是一种惨败？不过，拿下这块战略要地后，美军的 B-29 轰炸机航程缩短了一半，节省出的燃油空间能装载更多凝固汽油弹。有了战斗机全程护航， B-29 可以放心大胆地直飞日本本土，进行持续安全的战略轰炸。硫磺岛的这场血战为日本帝国的覆灭敲响了丧钟。